特朗普向鲤鱼宣战，是要消灭来自亚洲的入侵。大家好啊，我是戴红。在不久前的3月1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高调宣布对亚洲鲤鱼宣战，并表示他与密歇根州州长克雷琴·惠特莫正在努力合作，保护五大湖免受外来物种的侵害。而且在这场新的战役中，他还将邀请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等多个州的州长进行参与，其中甚至还包括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但对卡尼的称呼不是总理，而是总督。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了哈。最近这大半年，但凡有点机会，特朗普都会表示一下，希望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的想法当然这不重要哈，和今天的主题没啥关系。这个亚洲鲤鱼呀，不是啥黑话哈，并非对非法移民的昵称，而是货真价实的咱吃的那个鱼比如咱们菜市场很常见的草鱼、青鱼、鲢鱼、鲫鱼等，在老美那叫一个大杀四方啊，把本地的软体动物、植物啥的吃的那叫一个惨烈。这些亚洲的鲤鱼怎么会跑到北美洲呢？难不成是直穿太平洋游过去的吗？当然不是哈。造成这一现象的起因得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在1960到70年代，美国为了解决水体富营养化的问题，从我国引进了草鱼、鲢鱼等4种鱼类，作为一种生物清道夫，想着是帮当地的水域改善一下环境，于是便引狼入室了，把这些亚洲鲤鱼们广泛的分布在了各州。到了1993年，密西西比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导致亚洲鲤鱼在这场混乱中润到了当地的其他流域中。到了不同河流之后，鲤鱼们发现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啊！既缺少捕食它的动物包括这里的智人貌似都不咋吃淡水鱼，再加上食物丰富，配合着鲤鱼自身的高繁殖率，使得其种群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到了2000年，亚洲鲤鱼逼近了五大湖成了一种潜在的水上危机。一些肥硕的鲤鱼跃出水面之后，有可能会导致智人受惊落水，可见水箭月并非毫无作用哈。再一个呀，这帮鲤鱼太能吃了，给周围其他本地鱼类的粮食都快给吃完了，极大的冲击了当地渔业的发展。到了2004年，美国国会首次专项拨款启动亚洲鲤鱼系统性防控，截至2020年，累计投入了超过30亿美元。2012年，奥巴马政府投入了5150万美元，在密西西比河与五大湖连接河道建立了电网屏障，阻断其扩散路径。到了2014年，奥巴马政府又推出了25年180亿美元的水系隔断工程，成立协调委员会，并通过相关法案尝试技术捕杀。然而那个180亿美元的工程貌似没有落地，后续咋发展呢？咱也不得而知。2016年，田纳西州和伊利诺伊州享受了一个驱虎吞狼之计，从外地引入了恶血鳝，来对各种亚洲鲤鱼进行一场生物消除。恶血鳝虽然不能捕食成年鲤鱼，但它们能够吃那些幼年小鲤鱼，不过效果貌似很一般。鲤鱼们和恶血鳝现在已经是一对笑面虎2头五角鲨了，在当地流域那是叱咤风云呐。好消息是，最近几年在伊利诺伊州的部分水域发现了短吻鳄，有可能是从动物园逃逸的。这些短吻鳄应该能在这片热闹的水域里吃个痛快。2017年，老特登场了，他延续了奥巴马时期的防控政策，继续投入资金，升级了电网屏障，推广了电脉冲、声波围捕等更先进的捕杀技术，同时扩大了与地方政府及商业渔民的合作，通过补贴激励商业渔民参与亚洲鲤鱼的捕捞。部分州每年可捕杀数百万磅亚洲鲤鱼，用于加工成鱼粉、罐头等产品，试图通过商业化运作辅助治理。但是从2019年开始，鲤鱼在特朗普这儿可就变了味儿了。每次特朗普需要争取选民支持的时候他就会公开表态要帮助当地治理亚洲鲤鱼，然后大家伙投完票了就当无事发生过。老特将鲤鱼议题与政治诉求相绑定，无辜的鲤鱼在吃得5饱6足的同时，还能帮助特朗普争取一下选票，可真是一对苦命鸳鸯呀。2021年，老特卸任前，美国联邦政府在亚洲鲤鱼治理上的累计投入已超过了6亿美元，但治理效果仍未达到预期。亚洲鲤鱼依然在密西西比河流域横行，且持续逼近五大湖，防控工程的资金压力和技术瓶颈日益凸显，地方政府对联邦资金的依赖度不断提高，鲤鱼对当地生态的毁坏是日益严重呀。到了2025年，老特卷土重来，白宫明确将一个位于伊利诺伊州肖里埃特市附近的名叫布兰登陆跨流域项目的工程定为了亚洲鲤鱼防控的核心工程。该项目由美国陆
陆军工程兵团与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联合推进，计划构建声学驱赶、电力屏障、气泡幕网、水道改造为一体的综合防御系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要打外星人呢。这个总投资规模达到了11.5亿美元。联邦政府这次也比较务实，不由分说的提供了74亿美元的资金，完成了设计和场地准备工作。但是后来不知为何，伊利诺伊州州长推迟了土地征用，导致项目迟迟无法开工啊。2025年8月份，特朗普发现有什么不对劲，他表示伊利诺伊州州长简直是个白眼狼啊，给了钱不办事儿是没有一点良心的。就亚洲鲤鱼的相关问题，对伊利诺伊州州长进行了批判，同时联邦再次拨款近1900万美元来支持18个州的亚洲鲤鱼清除、监测和预防工作。可见特朗普除了拉选票之外，可能跟亚洲鲤鱼确实存在一些私人恩怨。今年1月份，老美已经投入了约12亿美元防控，但是地方政府担心自己干到一半，联邦撤资了，所以很多项目被推迟了。此时五大湖水域虽然尚未发现鳙鱼、鲢鱼等物种的活体踪迹，但生态防线已濒临崩溃，治理紧迫性进一步提升。在周边的水域中，老鱼们仍然在逍遥快活，掐饭掐的不知天地为何物啊！到了3月10号，特朗普憋不住了，表示对亚洲鲤鱼正式宣战。然而既没有公布新资金，也没有拿出新方案只能说这又是一场针对选票而进行的政治表演。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哈，可能是鲤鱼确实太难对付了，特朗普转头就去进攻伊朗了但是貌似也不算很顺利。关于老特和亚洲鲤鱼的恩怨情仇的介绍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希望能点个赞加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